但是他的证据哪来的？到底有没有这回事？为什么他冤枉，他喊冤而喊不出来，对不对？我举了个例子嘛。假如这个人确实犯了错，甚至犯了罪，我们要通过一定的程序去给他，我们去调查，去把证据抓死，对不对？只要抓死之后，弄准之后，我们再惩罚，再打击也不晚。而他呢，仅仅3年前的几张照片，几个人想蹭热度，行业的恶性竞争引起了一系列的这种不良反应，就瞬间3天不到，瞬间达到所有的发言声道、发言渠道全部堵死，全部完蛋，对吧？那么而且谁替他发言谁倒霉，谁提这个名字谁倒霉，所有的网络这3个字是禁忌的。而且我听他们家人说，他就不能在网上买东西，这3个字不能出现，而不能出现的就2个人，全球就2个人，一是法西斯分子希特勒，一个就是我们这位演员，这位劣迹演员。你说这个惩罚就有点过了，你这个联合抵制就有点过了，对吧？你说你是行业自律，你说你没有强制性，但是这所有的平台你都拉成会员了，你的那种措辞那种用语，你整个的都是什么？你整个的都是命令，都是指示，都是条例啊，对不对？你那时候为什么不说没有强制性呢？是自律呢？他是不是你们的会员呢？对吧？你抵制好，你用你的平台封了人家，而且就是因为你们这一个抵制，而且抵制那么快，不经调查，我觉得你们肯定没有铁的证据，对不对？不，因为下一步不管通过你们的申诉，还是进入法律程序，那都需要你们举证的。这一场战斗，这一场就是不能冤枉好人的，不放过一个坏人，不冤枉一个好人的战斗，我们要用法律来说明问题。我们要让我们不能让真正的爱国的青年被无端的扣上汉奸的帽子。我们的同胞都是中华儿女，同根同祖，我们需要的是团结。他没有这样的恶行，你不能让他强加于他说他有，对不对？假如他有，我们不用太着急，我们可以去去调查。过去抗日战争胜利以后，那些汉奸们罪大恶极，我们还需要一个审判程序，还需要他辩解，对不对？这样呢，我们才能知道他的罪到底有多大，他的恶到底有多大。不仅仅让他本人口服心服，这样也能教育我们的社会，教育我们其他的人不能犯类似的错误，更不能犯下这样的罪行。这就是教育意义嘛。我们怎么能不容他辩解，不容他发生全部整个的网络暴力啊？这个太可怕了，对不对？这样的文化，这样的现象，这样的环境，别说我们同胞之间会难受难过，如果传到外边去，人家怎么说我们中国人，对不对？我们的人怎么了？这是我们难道没有点理智吗？而这种现象，这种暴力活动到底是谁造成的？我们能不能反思一下？这才是我质疑的目的，对不对？我绝对不为任何劣迹艺人洗地，不管你在网上哪个角落，你可以找一找，看我给谁洗过白。男人就得刚在什么地方，不光坚持正义，还要勇敢的承认错误，及时承认错误，向国家道歉，接受惩罚。
对吧？这就是我们做人的基本品格。而你演出协会呢，至于那么多问题，首先程序正义问题，你为什么你的处罚之后不服的人到你秘书处去申诉啊？秘书处不是你下面的吗？秘书处不是你的儿子吗？爹处罚了打了别人，不服的只能找爷爷才对，怎么找儿子呢？儿子找儿子怎么办呢？他还得找爹，你这翻来覆去是什么意思啊？你前几期处罚的时候，前几批惩戒名单你是20天的申诉期，但你到了第9批，你成了10天，如此不严谨啊！行，你说10天就10天，人家张姓演员不服就不服，到你那去申诉，结果你摁门铃多长时间你不开？没人啊！好不容易打开门了，递交材料，几乎没人接啊！刁难人家说必须本人来，好，本人来，本人实在来不了，对不对？人家不想在这个地方，法律都有规定的可以委托啊，对不对啊？哎，经过这种委托，经过这种授权，你收下了，但是你连个回执都没有，你这叫什么惩戒？你这叫什么申诉啊？你到底是什么样的组织啊？为什么就不能给大家解释一下呢？你觉得这样良心何在？把一个爱国青年，我就认为他目前你没有证据证明他是汉奸，他进过鬼市，没有铁的证据之前，人家他自己说是个爱国青年。